小姐，他还不肯认错，您再打几下，他自然就招了。这场面怎么这么像《凤阙长歌》第3章？苏婉堂江南苏氏遗孤，右肩后有一颗朱砂痣，是其真实身份的关键证明。你右肩后面是不是有一颗红痣？你怎么知道？沈昭昭，那个活到第87章被乱箭死的沈昭昭。小姐，您别吓奴婢。小姐，三皇子府来人了，您答应贱卖给三皇子的6间铺子，契书已经送到。沈昭昭为助三皇子筹措银钱，将母下留下的6间旺铺低价斩让，自此他手中再无可用产业。小姐，那可是三皇子，男人可以磕，我的钱不能送。那颗红痣，连贴身照顾嬷嬷都不知道，沈小姐如何得知？总不能告诉她我看过她出生、失忆、替嫁、跳表和大婚吧？小时候温泉别院我见过，我幼时从未过温泉别院。那可能是我记错了，身体上的痣也能记错人？能，京城贵长都差不多。苏婉堂罚跪3个时辰，寒气入体，旧疾复发。萧云误以他故意以病邀宠，2人心生隔阂。起来，沈小姐，我让你起来，你又想做什么？你以后可是未来未来还要走很多路的人，膝盖跪坏了，不知道？什么皇后？我说黄豆，你脸色发黄，应该多吃豆子。他到底知道什么？小姐，您在找什么？摄像机。什么机？能把人拍进去的机？那不是妖怪吗？姑娘，等等！今年是哪一年？承安17年。当今三皇子叫什么？皇子明明会岂可随意议论？小臣人。承安17年，萧承玉回京，苏婉堂暂住沈府，6间铺子准备贱卖。不是梦，也不是剧组，温的传进来了，而且这里没有回去的按钮。手机呢？我昨晚明明还拿着手机。
今天消失了，我妈会不会一直给我打电话？公司会不会以为我旷工？我的身体还在不在？回不去，也得先活着。小姐，净房已准备好了。小姐，今日用的是新制沉香桶，内里还铺了花瓣。所以这座价值连城的相府没有抽水马桶。抽水？为何要抽水？这个世界最大的反派出现了。你们做什么？伺候小姐沐浴。都出去！小姐从前3个人擦身，4个人洗发，还有3个人调水温。从前的我可能不需要隐私，现在的我需要。要不奴婢只留1个人。回来。熟了吗？炖了2个时辰。水开了吗？自然烧开了。哪儿来的？小姐饶命！小姐只是问问。没有手机，没有空调，没有马桶，连枕头都想杀我。把枕头换成软的。小姐从前说软枕没有贵女风骨，贵女可以没有风骨，不能没有颈椎。适应生活只是第1步，接下来得先确认我什么时候死。第3章罚跪，第6章荷塘落水，第12章凤簪陷害，第20章6间铺子转让，是87章沈昭要乱箭出心。恋爱脑的尽头，原来真的是物理死亡。小姐这是在画阵法，保命阵。谢无忌是谁？一个绝对不能认识的人。距离凤簪案还有28天，距离袁女佩第1次重伤还有60天，只要不走狱情，沈少记情，我就能活，我就能活。小姐，三皇子到了，正在正厅等您。我才刚写完不抢男主，男主怎么自己送上门了？不愧是男主，侧脸真的和超话一模一样。看够了吗？沈小姐瀑布在当众撕毁，又准备玩什么欲擒故纵的手段？我反悔了。你以为本王会信？不信也没关系，铺子在我名下，印章在我手里。你信不信？不影响我不给。你若是因为苏婉堂才故意取消交易，停！不要什么事都扯到女人争你。你是皇子，不是京城唯一一个男人。
沈昭昭，我在，你最好记住今日的话。我一定记住，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发现，原来男主一开口，滤镜真的会碎。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夸你。这两个人到底在矜持什么？出来！天气不错。你在监视本王？没有，我只是在观察剧情，观察风景。你若想利用苏婉堂引起本王注意，大可不必。你为什么会觉得全世界的都在围着你转？过去3年，你做的每件事都与本王有关。萧承玉，我今天正式告诉你，我以后不会纠缠你，不会嫁给你，不会为了你送铺子，也不会再对苏婉堂动手。你又想得到什么？清静，还有钱。你真正该关心的人在那里。沈小姐，我从未想过与您争夺任何人。我知道你不用争，他本来就什么？本来就很麻烦。去追啊！本王为何要追？小姐，我们这样是不是不太体面？这叫售后为访。殿下为何来此？路过。从皇子府路过沈家内院，你怎么不说从边关路过？这是给我，就写我的。公是给我的，宠的要没衣橱。宫中赏赐太多，本王用不上。多谢殿下施舍。沈小姐似乎误会了我与殿下的关系。你我本就没有任何关系，本从未在意过你。既然如此，殿下请回。完了，原著男主亲手把自己的感情线砍了。小姐，三皇子若知道您给他打分，他应该感谢我。原著读者骂的比我难听。不行，这种人需要外部工具辅助沟通。萧承业，站住！沈小姐还有何事？你刚才为什么要说不在意他？这与你无关。本来无关，但你们再这样下去，他会误会，你会后悔，最后所有人陪着你们一起遭罪。你似乎很了解我们以后会发生什么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明明担心他，为什么每句话都像在赶他去死？离本王远些，他才安全。
又来了，经典的为他好，你替他决定远离你，替他决定什么才安全，替他决定他能不能知道真相。你不懂其中危险。我不懂危险，但我懂人话。就先问他需不需要。你为何突然维护他？因为我突然发现，每天围着一个不喜欢我的男人争风促，非常浪费生命。我磕的是彼此尊重，不他负责受苦，你负责申请。小姐要给谁做令牌？给一个长了嘴却不会用的人。三皇子会收吗？他不收，我就塞。这叫什么令？闭嘴令。不行，太直白，叫无言令。很好，有质感，有分量，砸人也疼。小姐不是说这是教三皇子说话的吗？教育方式要灵活。殿下留步。这又是什么？送你的。你在命令本王闭嘴？不是命令，是建议。在你想关心苏婉堂，却准备说出伤人话的时候，本王不需要这种东西。那你就扔。反正下次你后悔的时候，别来问我为什么他不理你。你为何如此笃定，本王会后悔？经验。你有什么经验？我看过很多嘴硬的人追妻火葬。什么葬？后葬，嘴太硬容易死的体面。这里加2根救生绳，栏杆重新固定，水线安排会有水的人。小姐为什么突然修桥？因为有人很快会从这里掉下去。这香味，书中就是这个时候。放手，你会掉下去！闭嘴！你这条命后面还有300张。别管我，看他！沈昭昭，你闭嘴！你的官配在岸上，谢千雪人他有没有事？你为什么救我？因为你不能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命硬。小姐，这绳子是被人割断的。口平整绝不是自然断裂。原著里所有人都说是我推他下水，可这次我没动手。小姐说什么？我说有人指。有人一直等着他掉下去。
你发着热，不该出来。回答我一个问题，你上桥前有没有吃过什么，闻过什么？有人从我身边经过，袖间有一股很淡的香，像沉水香，却又带一点苦杏仁味儿。那香会让人熏晕，那足酪怕人熏晕，用量不大，不会留下明显症状。神府里谁能拿到这种香？安神香的主料不难，但苦杏仁处理不好会有毒。府中懂药懂香的人并不多，你怀疑谁？好，没有证据之前不猜，先查谁买过材料。你真的想查清楚？我不喜欢别人把罪名提前写在我头上。府中近1个月买过苦杏仁和沉水香的有3处，药林、2房，还有谁？小姐自己的厢房。长乐绸缎铺亏，城南脂粉铺亏，东街玉器铺亏，西市粮铺也亏，12间铺子，9间亏损。这不是产业，这是9张吞钱的嘴。大小姐不懂经营，这几年行情不好，铺子能撑住已经容易。行情不好，所以你去年买了城东新宅，前年给儿子置了200亩田，今年有第3档房小妾。这笔钱是谁批的？这是老规矩，从夫人在世时就有。我母亲。小人也不清楚，每月有人拿旧凭证来取，20两不多，若要贪钱，没必要10年只拿这么一点儿。越不像贪污的钱，越值得查。交叉查是什么意思？你查他的，他查你的，谁先找出别人问题，谁先减罪。大小姐，刘掌柜这批银信货800匹，账上却只记了500匹。你粮去年报损300担，仓里根没进过水。脂粉铺每月报的蜂蜡价格到了30盘，你看看。小姐，他们快打起来了，让他们说团结的时候一起骗我，拆开之后全是证人。大小姐，小人伺候沈家2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你哭得这么真，我都快以为钱是我偷的了。拆，不能拆！铺子年年亏损，掌柜年年发财。刘掌柜，你做的不是生意，是把我的产业当成你家的祖坟挖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，苏姑娘账库那边遭到刺杀。苦杏仁并非送往药炉，是以染料名义送进了绸缎铺。这账本今天终于做了件好事。
就是这个香，和荷塘那天安神香。先锋出口，他进账库不是逃命，是想找东西。找什么？能证明谁买了香的账。小姐，您留在外面，账是我的，人也是冲着我来的，我凭什么留在外面？我去追，先灭火，先灭火。人跑了怎么办？人会撒谎，账烧了就再也不会说话。没事吧？账库封得这么严，哪来的乌鸦？找到了，苦杏仁、沉水香都经过刘掌柜的铺子。这不是普通铺印，这是我的产业总印。伤得如何？本王早说过，不要卷入神府之事，你为何不听？殿下，你是来看伤员，还是来审犯人？若不是你让他查账，他不会遇刺。他是自己决定帮忙的。刺客有罪，幕后人有罪，你为什么先怪他做了选择？以后不要再冒险。殿下放心，以后我的事不劳殿下费心。牌子给你了，脑子还得自己长。你似乎很希望本王与他亲近。不是亲近，是正常沟通。你们现在连普通人都不如。香料经刘掌柜的铺子采购，付款凭证用了产业总印，刺客又来烧账，刘掌柜会不会就是幕后主使？他贪钱是真的，但他没胆子在沈府里杀人，他更像是一扇被人反复使用的门。昭昭要产业总印，姨娘自然应当归还。这些年替你保管，也是怕你年幼被外人骗了。姐姐总算愿意学经营，母亲也能放心了。这印是假的。昭昭，你可以不信姨娘，却不能如此污蔑。姐姐是不是记错了？我名下12间铺子，这枚印只能调动11间，
剩下那道去哪儿了？也许当年工匠刻错了，刻错10年，却每月都能精准从我账上拿钱。姐姐若不信，不如去查姨母留下的旧账，我正有此意。夫人去世后，这里一直封着。真正的印本在这里，有人来过。女儿家的价值不在商铺，等你嫁给三皇子，这些钱自然都有用处。原来你不是从来没想过救自己。你做错的事，我不会替你洗，但别人欠你的，我全拿回来。小姐，这与账上那笔旧药费一样。凤凰印、旧药费、刺客、安神香，看起来不是一条线，但一定有人不想让我继续查取。还是正事，经商是下人做的事儿。我以前只觉得你蠢，明明有钱有身份，为什么非要着一个男人转？原来他们先拿走了你做别的选择的路。小姐从前也查过，只是后来相爷说……他说什么？相爷说，您若再查，三皇子会得你满身铜罩。一个男人若因为女人会算账就嫌他铜奏，那他最好辈子别花女人的钱。他害过人，做错事做的事，不能因为可怜就当没发生。但别人借他的蠢，他的爱，他的恶名偷走的东西，我一件不留。小姐，刚才有人来过。姐姐落水后又遇刺，妹妹一直担心的睡不着。苏姑娘最近还是少出门为好。姐姐从前得罪的人多，如今姐姐护着你，那些人难免连你一起恨上。妹妹说的对，都怪以前热怀。都怪我以前太坏，查什么账？不查了。姐姐真的不查了？查账又累又得罪人，还不如买新衣服听戏办宴。那些铺子爱亏就亏，反正以后嫁人了也是夫家的。
姐姐能想开就好。你真的不查了？当然查，而且今晚就有人替我把证据搬出来。你刚才是在演？我从前脾气差，所有人都以为我只会冲动，这个误会偶尔也挺好用。告诉母亲，姐姐放弃查账了，今晚把最后几项旧账移走。小姐，若他们今晚不来呢？凤凰印是他们转钱的钥匙，旧账是他们犯罪处放弃，他们一定会是趁最安全的时候清掉。你很了解他们，不是了解他们，是了解做贼的人睡不踏实。动作快些！大小姐这次真是撞坏了脑子，竟然不查了。他骂你，先记账，等会儿一起算。夫人说，这东西绝不能留在府里。既然不能留在府里，那就留在是我手里。又是黑雨。这才是真的。是小人一时贪心，都是小人做的。一个掌柜能自由出相府账库，能拿到产业总印，还能让你身边嬷嬷半夜替他搬账，姨娘管家管得真宽。我替你母亲照顾这些产业10年，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。替我管，可以；替自己拿，不行。既已追回银钱，此事到此为止，家丑不可外扬。被偷的是我的钱，丢脸的却要我闭嘴。你是沈家女儿，所以沈家人偷我就不算偷。这批苦杏仁和沉水香最后送进了明珠院中。姐姐，我从未见过这些东西，是奴婢。奴婢听说苏姑娘得小姐亲眼，心中不平，香是奴婢偷拿的，与二小姐无关，你为何如此糊涂？实审有所证。从今天起，12间铺子，3座田庄，母亲留下的所有嫁妆产业，账由我看，人由我用，钱只听我的。找我有事？有，你欠我一条裙子。什么？荷塘救你一次，账库替你挡一箭，算下来至少值一条裙子。你想要什么样的？把它救回来。这是染坏的云纱，再染只会更脏，那就不是覆盖，是重新设计。你会药草，也懂香料，染色对你来说应该不只是颜色。这里浅一点，裙摆深，肩部淡。为什么？人第一眼先看脸，颜色太重会抢人。你很懂衣服，我懂用户。我说，我都懂贵女。
什么？成了。这不是一条裙子，这是一门生意。不同光线下颜色都不一样，这就是记忆点。什么点儿？别人看一眼就记住的点。我只是在染液里加了白芨和月见草。你知道哪些药草固色，哪些香料能压住异味，哪些植物晕光会变色？这不是只会一点。原著写了300坏他子怎么爱人，却没认真写过他能做什么。我想把烟布做成新品，你负责染料配方，我负责生产和修卖。你为什么犯？你为什么相信我？不完全相信你。所以我们签契约，相信能力，约束风险，比嘴上说姐妹情深可靠。这是第1名试制工钱。你救过我，这次染布只当还恩。救命之恩是救命之恩，做工是做工。可我只做了几次试验，你的时间、药材、手伤、配方，哪一样不值钱？我住在沈府，吃穿都由沈家供给。再拿你的钱不合适，吃穿由别人供给，所以更该有自己的钱，否则哪天别人不让你住，不让你吃，你怎么办？感情可以欠，恩情可以慢慢还，工钱不能欠。这是第1次。有东西因为我做得好而属于我，以后会有更多。去告诉他，从来不是白拿的。听说姐姐给你工钱了，姐姐从前也这样，仙姐这样，先对一个人好，等对方放下戒心，再将人踩得更狠。你想说什么？我只是怕你吃亏。你一个一居沈府的孤女，若姐姐说你偷了配方，骗了银子，谁会信你？若新品失败，或者配方泄露，你会不会把责任全部推给我？谁跟你说了什么？这不重要，我想听你的答案。我若想把责任推给你，就不会把我的责任写在纸上。口头善意很便宜，白纸黑字字比较贵。你不生气我怀疑你，你过去被我害过，怀疑很正常。你若因为我最近救了你2次就马上信我，那才危险。
你负责配方研发和品质检查，配方材和品质检查，我负责采购、生产和售卖，利润你拿2成，2成太多，没有你的配方，连产品都没有。按价值分钱，不按身份分钱。若我想离开呢？提前10日通知，已经完成的配方收益继续按约定结算。你不怕我离开后帮别人？怕，所以限制同类配方3个月，但不能因为怕就把人锁一辈子。颜色还行，但京城贵女喜新厌旧，最多卖3日。说不是卖一匹布，是卖一套标准。什么标准？二小姐，苏姑娘没有听您的。不是她不听，是姐姐学会给她想要的东西了。三皇子来了，说要带苏姑娘离开铺子。苏婉堂，跟本王走。去哪里？离开这里。殿下进门不买东西，还准备带走我的合伙人，是不是不太合适？你让他在铺中抛头露面，还与商户来往，究竟想利用他做什么？他做的是正经工作，不是见不得人的事。你不必因欠他救命之恩就任他去世。没有人驱使我，是我自己选择留下。你知道外面会如何议论？知道，但那也是我的选择。你若需要帮助，可以来找本王。多谢殿下，但我不需要。殿下留步！又要给本王扣分？你偷看我的册子！你写的太大。你刚才为什么一定要带他走？他不该卷入这些纷争。这是他自己选的工作。他不了解京城人言可畏。他懂药，懂人心，懂你不敢说出口的那点心思。怎么到你这里，他突然什么都不懂？你不知他会面对什么。那你告诉他，而不是他选，而不是替他选。你总说保护他，可你从没问过他想不想被这样保护。你怕他受伤，就让他失去工作，失去选择，失去知道真相的资格。这不叫保护，这叫控制。若他选择的路会让他受伤呢？那就告诉他代价，然后让他自己选。你们说了什么？再给他补脑子，目前进度很慢。
殿下又是路过？不是。这是沈昭昭给本王的。他倒是了解殿下。他只是多管闲事。以后若本王说了让你不舒服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拿出来。那殿下真正想说什么？别让自己陷入危险。所以这块令牌是让我替殿下猜。小姐，他已经把令牌给了。把嘴嘴替交出去，但自己还是不说，加1分，加1分，扣2分，那不是负1分吗？对，我暂时替殿下保管，等您学会说话再还您。小姐，门外至少有200人。这阵仗倒像抢粮。粮能填肚子，限量能填虚荣。第一批只有100匹，每匹有独立编号，先试色再下单，任何人不得插队。若权贵要求先买呢？越有身份，越要守规则。你不怕得罪人？所有人都能插队，限量就不值钱。第30匹，第62匹，第192匹，第99匹。第一批燕青布售罄。第2批7日后该犯预约，今日登记者优先试色。3日之内，我要一模一样的。这种渐变要经过多次浸染，成本很高。不需要完全一样，远看像就够了。若用便宜染料，遇水容易掉色。卖出以前，没人会知道。他们只卖我们1半价格，客人都跑了。颜色差一点，但普通人看不出来。它没有苏婉堂的固色配方。可客人买的时候不会先泡水，那就让他们看见差别。现在公开说他们掉色，没有证据，只会被说我们怕竞争。先等，等客人被坑。同时把我们的交付记录、编号和染料成分全部备份。他们既然敢卖，就一定会出事。二小姐，沈昭昭那边没有降价。他不降更好，等所有人都觉得他卖的贵，他的招牌就只剩贪婪。不是说和沈家燕青不一样吗？给我找他们算账！全京城都说配方是从你这里传出去的，你们姐妹合伙卖高低2种货骗钱，集钱结论！所有受损衣物今日全部登记，但先说清楚，不是从我这里买的，我不会直接赔钱，我会免费检验，
证明是谁的货就找谁负责。你当然会说不是自己的，所以不靠我说，靠编号、成分和记录。这种布用了廉价矿粉，长期贴身穿着可能引起红疹。小姐，对面的掌柜说他们的配方是从我们铺里买来的。有人举报沈家绸铺出售有毒染布，所有货物、所有物暂时封封。这是什么？每一匹燕青布的出生证女。布还有爹娘？闭嘴！搬箱子。正品布边都有银线编号，仿品没有。我们的每一批染料来源都能查，每一匹布经手工匠都能查，每一名客买到的编号也能查。配方可以偷，颜色可以仿，但完整记录和生产标准偷走。解封。从今日起，本铺所有布料标注原料、工匠与编号，7日内出现质量未退换，因布料造成皮肤损伤，承担医药费用。万一有人故意来讹钱呢？所以要检验、负责，不等于任人敲诈。二小姐，货被查封，所有顾客都来退钱，那就退。我们会亏很多。我本来也没想靠这批布赚钱，我只是想看看姐姐招牌究竟值多少钱。皇后娘娘设春日宴，请沈家2位小姐与苏姑娘一同入宫。小姐既然知道有人要害苏姑娘，不去春日宴不行了。不去，他们会换一个地方。而且春日宴人多物多规矩多，真正动手的人一定会留下痕迹。你似乎很确定会发生什么。沈明珠刚在商业上失手，他不会停。所以你想让我做诱饵？是，但是是否参加，由你自己决定。我能做的是告诉你危险，不是替你决定。如果我一直躲，他们只会觉得我永远可以被推着走。那就从现在开始，记住每一个接近你的人。你连宫女从哪里进出都知道？听说的。红药丁披风，苏婉堂记住所有碰过你衣物的人。我记录凤簪从皇后头上取下之后的流向。既然知道是哪名宫女，为何不提前抓？我只知道她会动手，不知道谁命令她。没有证据提前抓人，她只要说我诬陷，就会打草惊蛇。你过去不是最讨厌证据吗？从前你认为我有罪，从来不需要证据。从前都做错了，所以一次
所以这次更不能再让别人这样对你。按小姐吩咐，披风边缘撒了极细银粉，谁碰过手上都会留下。沈昭昭不是最恨苏婉棠吗？他们怎么穿得像同一套鞋子？听见没有？品牌统一性成功了。什么品牌？没什么，夸我们好看。沈家姐妹今日都很出彩，都是姐姐眼光好。这步道新鲜，是苏姑娘亲自改良的染法。本宫的凤簪呢？方才还在盘中。封锁花苑，所有人不得离开。你说的是，真的发生了？别怕，先看谁碰你的东西。娘娘是在苏姑娘披风里发现的。她一个义居孤女，竟敢偷皇后凤簪，难怪穿得如此体面，就省是个苏玄武。别跪，那是皇后的东西，东西从你身上掉出来，不等于就是你偷的。沈昭昭，你要包庇她。臣女不是包庇，臣女只是认为，谁搜出来的，谁先把过程说清楚。三皇子，此事与你也有关，你信他还是信证据？凤簪从你的披风里掉出来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先别跪。沈昭昭，你是在教他抗旨？臣女不敢，但罪还没查清，他一跪，所有人都会当他认了。赃物在身，还不算证据。东西出现在他披风里，只能证明有人把东西放进了披风，不能放东西的人是他。第一，苏婉棠从未靠近皇后席；第二，她的披风不在自己手中；第三，负责搜查的人直接找到凤簪；第四，披风从谁手里送来尚未查清，披风存放处谁交给你的？你不怕得罪皇后？怕，
但怕也不能先认罪，他也不想亲认。没有查清的罪，不必先认。三皇子，你与苏婉堂相识已久，你说他值不值得信？什么？你信他，还是眼前的证据？这东西，我替殿下保管够久了。为何此时还我？因为我不想再靠一块牌子，猜殿下到底信不信我。若殿下认为我有罪，便直说；殿下相信我，也请直说，别再让我替你解释。小姐，他会说吗？再不说，我亲自替他换男主。男主也能换？理论上不能，但我现在很生气。证据尚未查清，但我信他。你以皇子身份为一个嫌犯作保，臣并非否认调查，只是没有查清之前，他不该被当臣，他不该被成罪人。小姐，他终于正分了，暂时转正。殿下不怕信错？若信错，后果由我承担。早这么说，楚，少诺200将剑。你又在说什么？夸你进步。既然你如此笃定，那便由你查。若查不出真相，你与他一并领罪。臣女领命。这簪子上有2种香，一种是玉兰香，另一种紫檀。苏婉堂平日用玉兰香，所以有人故意在簪子上留下玉兰味。这能说明什么？说明放簪子的人想让所有人第一时间想到他。但紫檀香很淡，不是故意留下，是握簪子的人自己身上的。姐姐怀疑我，我只是在找味道。紫檀香并非我一人使用，我虽与姐姐有些误会，却从未想过害苏姑娘。
娘娘，苏姑娘或许只是一时糊涂，还请从轻发落。妹妹每次求情，都像在替别人认罪。小姐，苏姑娘那件披风不是她自己带来的。明珠妹妹，方才你去了何处？沈二小姐一直与我们赏花，她从未靠近皇后席，也没去过披风存凡处。姐姐若一定要怀疑我，我也无话可说。沈昭昭如今为了苏婉堂，连亲妹都不放过，也许他们早串通好了。你们看见她一直在，还是只记得她大部分时间在？一场宴会2个时辰，中途更衣、净手、赏花，谁能保证一刻不离？姐姐查不到凶手，便要将所有人都变成嫌疑人吗？查案本来就是从可能性里排除，不是看谁哭得好看。香气不能定罪，人证也证明沈二小姐未曾离席。沈昭昭，你还有什么？有，披风。苏婉堂入宫前，这件披风缝有银线编号，现在不见了，也可能是她自己拆掉。若她准备偷东西，为什么还要穿一件容易被认出的披风？而且这件尺寸不对，苏姑娘肩宽、衣长都有记录，这件披风比原来的长半寸。宴前有宫女说天气转凉，临时替我换了一件。那名宫女在哪儿？还活着。有人从背后打晕我，拿走了我的功夫。从未送披风，从未参与搜查。假宫女呢？失踪了。这是神府内院侍女鞋，宫里不会用这种纹样。能自由拿到神府侍女服，又熟悉苏婉堂衣物的人不多。不是奴婢，不是奴婢。为什么要做这种事？小姐，我是为了闭嘴。我待你不薄，你怎能因嫉妒苏姑娘得宠便做出这种事？妹妹切得真快，姐姐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有人替你卖命，你连让他把话说完都不肯。犯错的人说的越多，只会错的越多。不是只有我看见，苏姑娘也看见了。你看见了什么？宴会开始前，我看见沈二小姐在水榭后与那名假宫女说过话。苏姑娘，你不能因为姐姐护着你就帮她污蔑我。我没有证据证明你命令她偷簪。
但我确实看见你们接触，这是我看到的事实。苏婉师，得往西处置。如果皇后不信我呢，那就继续找证据去。今天是你救了我。不，我只站在旁边。最后那句话是你自己说的。今天不是我救，是你自己救了自己。跪下！我说跪下！我没犯错。你在皇后面前闹得沈家颜面尽失。偷凤簪的人害苏婉堂，丢脸的为什么是查真相的人？明珠已经受罚，此事到此为止。他只是禁足，真正主使还没查清。你自从他入府，内宅风波不断，明日便送他回江南。不行，这是沈家，由不得你做主。他住的是我母亲留下的院子，吃穿用的是我名下产业的银子，至少这件事我能做主。你为了一个外人，要与自己的妹妹、父亲为敌。不是我为了他与家人为敌，是你们每次做错事，都要求我闭嘴保全一家人。这个家为什么每次都靠受害的人闭嘴维持体面？既然你如此有主意，从明日起，你名下所有产业收益全部交入宫中。你名下铺子依靠沈家声望经营，收益自然应当归入家中，统一调配。亏损时没人统一承担，刚赚一点钱就要统一调配。你是沈家女儿，所以我的钱天然姓沈家。12间铺子，3座田庄，全部是母亲出嫁时的嫁妆，按大圣律，嫁妆由女子本人支配。你懂什么律法？我不懂，所以请了懂的人抄给我。这页是谁割走的？10年前的旧账，与你无关。出自我母亲账册，从我产业里出钱，怎么会与我无关？有些事，知道了对你没有好处。产业收益之事，稍后再议。可以稍后议，但先说清楚，我的产业不是沈家的钱袋，谁想拿，先问我。沈小姐，云锦坊要被卖了！云锦坊，他不该在这里死。半年后，他会织出价值连城的云光锦，而原著里最后拿走他的人是沈明珠。为什么突然官拍？不是突然，只是今天终于拖不住了。今日午时前拿不出银子，债主要先拆云纹体花机，3日后整作坊进官拍。先拆机器，再卖地和商号，这是要能单独变现的东西拆开卖。核心织机一旦被拆，云锦坊即使有人买下，也只能是块地。所以我只需要3000两，先还最急的以保住织机，再把官拍往后拖。3000两不是救活他，只是让他再喘几日。云锦坊究竟欠多少？欠薪、饲料和集债至少2400两。至少？账一直由族叔代管，我真正接手时，银库已经空了。银库不会自己空。云锦坊位于织锦街中段，只卖地也足够还清眼前的债。地卖了，债是清了，云锦坊也没了。所以你不是没有资产，是所有能立刻变成银子资产，你都肯卖。牌匾是我祖父挂的，织机是我父亲留下的，坊里还有人等着拿工钱。我可以卖自己的宅子，不能先卖云锦坊的命。3000两给你，你准备先还谁？先发工资，还是先赎织机？先还饲料商，还是先申请延后官拍？下一批周转银又从哪里来？
所以我不会先借。你明明知道后，正因为只有3日，才不能拿3000两去填一个看不见底的洞。带账夹，带路。黄金地段的老字号，怎么会穷到发不出工资？因为值钱的东西未必能立刻拿来发工钱。进去只会吵，极远人，时间和拆迁看。拆了就没人装得回去。今日拿不出银子，这台机归债主。那就别拆。这是钱家的债，沈小姐凭什么叫停？凭你拆走它只能卖200两，留下它，债权能全部收回。请出示债契，同时写明织机编号、部件、估价和今日拆卸人。你们真能拿银子？先让我判断它值不值得拿。4个月发不出工资，织机没有受潮变形，不开工也不能让它坏。织机坏了，仿才是真的死了，不像荒废，像有人让它保持活着，却不给它血。前2个月只发半薪，第3个月只发口粮银，第4个月完全停发，合计欠付相当于4个月整薪。我开了后院粮仓，也允许他们接零活，饭能保命，不能当工钱。所以每一笔都记着。铺面在，机器在，人也在，银子呢？前家族书以代管为名，3次遮取周转银，合计1100两。宫中就地单420两，压了半年。万宇行还以低价走3个大客户，不是没有资产，是所有能立刻变成银子的东西都被堵在外面。沈小姐，你能救这个坊吗？给我1日。今日不谈祖业，不谈情分，只谈真实价值。正印抵押1次，族叔又用私印做了第2份借款凭据。私印不能转让祖产，但可能制造第3方债权。他不是代管，他在拿祖产替自己借钱。第一项值钱，也最容易被人夺走。18台可以立刻开机，4台需重新校准，1台缺铜缩，1台经轴开裂。没有1台完全报废，建筑可以买，织机可以重造，可完整的技术团队散了，几年都找不回来。客户名册126户，半年内仍往来的只剩19户。品牌还活在客人的记忆里，产品却停在10年前。地、牌匾、织机、工人全算上，云锦坊值10万两。完整运转，客户稳定，没有争议债务的云锦坊值10万两。现在现银估价3万两，另有我承担欠薪、急债、修机和复产资金。你这是趁火打劫！我没有压低地织机和工景的价值，我只是拒绝替重复抵押客户10年没更新的产品付10万两。云锦坊不是一对账，所以我没有要求你今日卖东京7日，7日后，若我他能有新生意，你可以证明10万两的过去，也可以试一次，看看他有没有30年的未来。合作就是把祖业交到别人手里。那你有什么方案？官牌登记的人已经到了，我们是不是该走了？先还急债，第一笔先发工钱。我们有抵押凭证。人散了，织机只是木头，你拿走歹质，最多收回60%，让他活着，你们才有机会收回全部。补发旧欠薪，债主暂停拆期7日，官拍程序暂缓7日。沈昭昭获得7日足家重组与事权，工人仍取切离开，可自由离开，离开仍程序欠薪。 7日后若还是一匹布都卖不出呢？按原程序处置。你7日内没有权卖地、改名，也没有权赶走我。正合我意，我也不想花银子替你承担无穷无尽的旧责任。那你要什么？7日内，所有账、机器、工镜和旧样册向我开放。我若不留下，也能领。那是你已经挣到的钱。愿意参与7日试产的，另算新工钱。失败也算工时。先接2张旧单，至少能回银。不接，旧云锦坊就是靠这些单一日日等死。
你不知道云锦坊以后会成功吗？我知道客人会喜欢怎样的布，不代表我知道每一根线该怎么走。结果不是配方。丝线表面太滑，旧染法缚不住。难道换回旧丝？换回去，就还是旧云锦坊。它轻了一点，看起来却和旧锦没有区别。材料想往前走，旧纹样把它拽回去了。这不是普通家蚕丝，这块蚕锦是第1代东家留下的。能查出是什么吗？我母亲的药材笔记里或许有记载。旧机器不是完全错误，有人曾经用它试过一种不同的丝。3次试织，47斤蚕丝，染料基石工钱，共126两。1尺能卖的布都没有。但买到了3种不能走的路。第4次若再用同一种丝，只会重复失败。旧锦丝够韧，一织细就断，表层太滑，颜色附不稳。不是我们没有织法，是手里的丝不允许这种布出现。丝薄而韧，遇日显银，可用于缝合伤口。原来祖辈真的试过银背野蚕丝。既然试过，为什么没留下配方？或许根本没有成功，也可能当时的染法和拼丝技术不够，他们找到了方向，却没走完。我带人把全买回，然后明年呢？买光一次不叫供应链。野蚕茧原本可能还有药用和山民生活用途，先待长期合作，继续用旧丝测试机器张力，别把希望当答案。又有人来买这种废件，按老规矩，谁敢私下抬价，以后就别想在谷口卖货。今年比去年还低，这种丝染不上色，除了布谁会要？拽抬价，今日卖给他，明年普通蚕茧也别送到口。只抬一次价，只会让他们明年受更重的压。我要的不是这一季，我要明年、后年仍有减。你不买断，他们转头就能卖别人。能被别人买走，才证明价格公平。我不能保证云光记一定听成功，但只要你们按契约交货，试验失败的风险由云锦坊承担。姐姐终于找到她想要的丝了，那就让她先织出来。这不是丝，是一团乱线。不能照家蚕的方法抽。先软化茧层，再将短丝拼成复合线。停，剩下的交给别人。你把我从原著的陷害里救出来，
不代表你可以替我决定什么时候停。这是我选择参与的项目，伤到什么程度要停，我会听医者，也会自己判断。那就先处理伤，明日再继续。你竟然真让他继续？保护不是把他的选择拿走，每次接触药液线时必须佩戴手套，两人交替一日检查。昭昭，颜色留下了。就这样。孙样，等月亮。7日前，我以为你只想买地，今日我才知道，你买的是云锦坊，还能活成什么？给他起个新名字。不改，错的不是名字，是以前让他停下来的经营方式。现在可以封路了。张力稳定，颜色也通过3次清洗。野谷3船残斩，全被扣在南码头。有人举报银背野蚕携带残病，样本不是我们的。检验书先准备好，再等传到。这是栽赃，不是检查。病检收出的，由监察司可。病检不是我们的，由监察司判定。可以查，但每一样封存物都必须当场编号。我们还没正预售，但已经向3位客户展示过意向契约，他们把所有可能的罪名一次写齐。送信的人呢？没看清，只看见窗外有一只脚形环的黑鸭。他们封露露，我们换。即刻停产封存。病检收出的，由监察司可。病检不是我们的，由监察司判定。可以查，但每一样封存物都必须当场编号。写册名、页数、封存时间。监察司办案还要你交？不是交，是避免送进去300页，出来只剩290。你查我的账，我也有权知道交出了什么。逐册登记，双份留档。这是工匠已经挣到和即将到期的工钱，停产不能让他们替案件挨饿。工资银单独封擦放，不得挪作他用。找沈相出面。沈家一旦解围，就会说云锦坊属于沈家。那找萧承玉。今日他替我撕封条，明日别人也能用更大的权力贴回来。那我们怎么赢？让账和证据自己开门。有人不是临时撕走，而是提前重新新绑定。云锦坊内部有人提前他们改过账。诸位，天理难容啊！
这些全是假的。不是全假，云光锦确实昂贵，首批客户确实是贵族，我们确实用高于旧简商的价格采购。对手最聪明的地方是把一半事实装进另一半谎言里。你不能扯呀！瑞子子，孙娘子。小姐，我没事。我知道，但不能让你习惯别人这样对你。我们发告示，所有指控全部否认。若全部否认，他们只需拿出云锦昂贵这件真实，那就把整件事说全。他说的有一半是真的，所以明日我不否认，我把另一半也给你们看。云锦旧欠薪，则算4个月整薪。7日临时协议签署当日，全部补房。我没有留下，欠我的银子一文没少。我们没有被逼免债，急债收30%，其余展期12个月。为何愿意拆机器？我们最多收回60%，让他活着才可能收回全部。我没让债主做善人，我只是让他们选择更有利的方案。这些布一尺都不能卖，但龚静做过的工不能因为失败就不算钱。任何预售金必须先保障交付，若延期、色差或取消，另有赔付银。所以你到现在还没赚钱？没有，账上看着进银，不代表那就是利润。云锦坊第一次就是从欠薪开始死的，所以工资储备永远不能拿去填别的窟窿。他若真想吞钱，不会先把3个月工钱钱锁起来。你们公开的是明账。你们只看见一匹贵锦，今日就看看一匹布后面有多少人。我们保留引财权，也可以卖给别人。云锦坊只优先采购，魏氏乐器面压低价，为什么不压低价？原料方活不下去，供应链迟早会断。以前失败的布只算我们浪费原料，现在失败也要记清原因，工钱照算。大布商看不上这些小单，可对我们来说，足够养活一家人。这么贵的东西，普通百姓又穿不起。奢侈本身不能救人，但让愿意付高价的人为真正的公益、劳动和风险买单，可以。贵的不是身份，是37个人不可替代的手艺。产业账可以公开，可云锦坊招收大量寡妇、弃妇与未出阁女子，女子聚众做工，是否有违礼制？这次不由我替你们说。沈小姐要解释女子为何应当外出做工吗？不是我招他们来证明一个道理，是他们本来就需要生活。我丈夫死了，我不做工，谁养我的孩子？可由族中接济。族中若真肯养，我今日就不会站在这里。前夫将我赶出门，官爷能让他养我一辈子吗？这双手会织锦，
为何一定要比一张休书更不值钱？我织的比哥哥好，以前工钱却要交给父亲，再分给哥哥。现在契约写的是我的名字，我靠手艺挣的钱，为什么不能归我？长脚小活茄子！你可以同意他们做工，但不能阻止他们把自己的生活说完。我年轻时也会织，若当年有人肯按手艺给我工钱，我不至于一辈子向西伸手。女工问题暂不构成查封依据。那名旧账房被人追杀了。殿下只需以皇子身份担保，云锦坊今日即可复工。解封理由呢？皇子担保，那不是证明他亲笔，是证明他只能靠我开门。只要他盖印，一切就结束了。今日他用权力替我开门，明日别人也能用更大的权力关门。我不替他赢，我只保证，有人想说真话时能活着走到这里。云锦坊此前欠薪负债，如何证明换了东家就不是换个人继续拖？没有人因为离开被扣1文钱。并检不来自野蚕谷。只能证明样本不同，还不能证明谁调换。所以我们需要那本暗账。不能送进钱家，这里列面记着，他们怎么让云锦坊按时死掉。明账给钱万金看，代管账给其他看，私分账记谁出钱谁收钱，谁负责让云锦坊倒。举报别人扰乱私价的人，自己早已等着撒价上涨。先准备并检，再等我们的船。不是检验，是栽赃。拿云锦坊的钱打死云锦坊。徐昌年操纵市场成立，并残案证据失实，钱家族书另案调查，万极行证据不足，沈明珠暂不能定罪。云坊查封依据不成立，即刻解除。东家，继续织，继续。现在轮到他们怕我们织出来。我们知道是他，却没有一条能直接落到他身上，所以我不是去抓他，我是去听他为什么这样做。姐姐来兴师问罪。徐昌年、万几行，你总不说全是巧合？是不是我重要吗？姐姐赚的越多，父亲越想拿走，皇室越想专攻，男人越想用婚姻收进家门，女人的钱终究会被夺。我只是想先成为夺钱的人。你明知道女人会被困，所以你帮着困住更多女人。我不想做被规则挑选的人，我要做规则。姐姐以为抢回几间铺子就能真正做主，只要这个世道认为女人不该长财，你赚的越多，罪就越大。那我就赚到他们不得不承认。
你赢得了一次举报，可路还在我手里。云锦坊解封了，可银背野蚕丝仍进不了京。小姐，陆路商队全部毁约，南码头也拒绝放新船。他封的是大陆，不是所有路。没有大商队，一次运不回足够产量。大船一次运得多，也一次就能被人卡住。水浅，闸口错混，大船重复分段，成本会增加20%，还更容易丢货。那就把风险拆开。大商号会断我们的生意。索是请你们帮忙，是签合同。不要要求只给云锦坊运。我讨厌别人封我的路，也不会用独家契约封你们的路。12条小路比一条大路还快。不是更快，是没有谁能一次掐断。你把它修好了？不是恢复原样，是让他记得为什么裂开。云锦坊已经稳定，你想继续留下，还是回江南？我还没想好。以前所有人都替我决定，该嫁谁，该住哪里，该相信谁。这次我还没有答案，但我会自己决定。好，等你决定，再告诉我。小姐，你不是来送样布的吗？顺路验收一下男主成长。望京楼场地已经定下，但30个名额会不会太少？不是我们想卖多少，是现在能交多少。送望景楼。今日只有1套完整云光锦成衣。这不是一个人的设计，是37名工人失败很多次的结果。3000两，买下这套。不卖。不卖，今日让我们看什么？看你们愿不愿意买下一次可靠交付。这件是研发样衣，不是只供收藏的孤品。还没批量生产就敢收定金，所以只收30席，能交多少才收多少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发财了？这不是利润，
现在1两都不能乱动。原来银子进了门，也不全是自己的。那叫别人的信任。交接完成之前，都不能当成赚到。旧欠薪已清，工资、原料、债务和售后全部留足，剩下的才是首批可分配收益。所以这一次真是我的，我真的发财了！你方才在望京楼还想掌控天下，现在只像第一次拿到零花钱。云锦坊用了昭华产业的银，所得应归沈家总账。昭华产业是我母亲的嫁妆。你从一开始就在防沈家。我防的是任何没出银、没出力的人，最后来拿走结果。从今日起，我母亲留下的每一笔收益，只进昭华账。只是眼光好吗？他买下云锦坊时连灵光井第一根丝丝都没有。他不是追着机会走，他在等机会按时出现。男女主暂时学会好好相爱，接下来该轮到我真正搞钱了。